这场活动是台湾艺术独立空间档案计划的公众系列活动之一。那台湾独立艺术空间档案计划呢，是在文化部的支持底下，以及台湾当代文化实验场跟亚洲艺术文献库合作，然后由亚洲艺术文献库这边进行研究跟建档，然后 C Lab 这边呢，将阶段性的成果透过讲座啊，或是工作坊的方式跟大家分享，让大家可以一起讨论在数位化的时代里面，档案怎么可以被保存以及运用。也希望能够在更生活化跟像刚刚总监说的，在更多元化的方式，让档案能够进入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里面。那这个是C Lab 的台湾独立艺术空间档案计划的活动页面。如果大家对于这个计划有兴趣的话，都可以上网就是关心。那我们前期做的在 AAA 的网站。第一个这个是我们就是过往就是办的系列活动，全部都在网络上面，都是十几场的演讲也都非常精彩。有兴趣的话，都可以到 YouTube 上面搜寻这个计划。然后是第一个，帮我们开第一，对。然后这个里面呢，这个是 AAA 的网站，在 Collection 里面呢，比如说你们可以看到 Cornell Cultural Archive 边陲文化档案，这个就是台湾独立艺术空间档案计划前期就是建的几个档案，所以如果大家对于这个计划有兴趣的话，都可以上就是这个档案上去看看。那我们今天这场活动呢，是聚焦在大家很多人家里面都还保存的16厘米啊，或是 VHS、DV 这些老影像，但是因为现在设备越来越难找了，所以我们今天就希望能够来聊一聊怎么把这些珍贵的档案呢转成数位化，重新思考他们的保存及意义。那我们很荣幸今天可以邀请到2位讲师，就是子安。子安呢是位艺术家，那他长期投入实验电影的创作以及推广，然后平常会用超8 Super 8或16厘米的胶卷创作，那也会透过创作去思考影像叙事跟自我之间的关系。那另外一位讲师是心宁，那心宁毕业于美国俄亥俄大学跨领域艺术博士，那过去在美国的电影院也做过放映的工作。那回来台湾之后，曾经参与台湾的国际女性影展，也在影视厅中心负责胶卷的整理跟放映，对于影像保存跟放映都有非常丰富的经验。那我就把麦克风交给2位讲师，希望大家有个愉快的夜晚，谢谢。那我先给大家看那个 Super A 的东西，就想要先放个东西给大家看，然后请大家帮我猜这是什么年代的片。就是等一下我们也会说这个是 Super A， 就是会有一些些微跟一般的Regular A 会有些微的不同。那现在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它这个画格上头有一条细线，就是上面是上一格的尾巴的画面，下面是下一格的头的画面，所以就是投起来会有点长这样。因为很早期其实就有彩色的片子，但早期的彩色片是用 RGB 拍3个颜色，然后合在一起重成，像那个绿野仙踪那种的。但这种当然就是它一个片子上头就是可以有3种颜色。然后那刚才子安播的是Super A， 那我们其实今天就是，如果你在家里翻到一些以前的东西，或者是你在跳蚤市场看到一些胶卷，那我们先从最让大家分辨一下这些胶卷可能是什么规格。我们家里用的胶卷比较常见的，应该是说就是大家比较从家里会拍摄的胶卷，比如说你的爷爷啊什么会拍摄的胶卷，通常都会是比较小规格的。小规格的原因是因为就是业余拍摄的经费不会那么多，所以就不会拍到35这种工业规格的
大小的胶卷，因为它就是冲洗上或者是胶卷拍摄的费用都会比较贵，所以才会是比较这种所谓小规格的胶卷。那就有 Super A、Regular A、Double A 跟16是比较常见的种类。比较容易看到的，尤其是小规格的，其实比较容易看到是醋酸片，就是在硝酸片太危险了之后发展出来一个比较安全的片子，它不会自燃，它的边边上通常都会有写一个叫 safety film。那它是醋酸作为片基的，那这是一个比较早期，但是因为醋酸片的劣化还是比较容易因为温度、湿度而有一些劣化状态，所以后期又发展出了所谓的聚酯片。有人想要闻看看醋酸的味道。对，当醋酸谁没有闻到醋酸的味道？所谓有那个叫 Feniger syndrome， 就是它有醋酸症的发生的时候。它一开始有味道，如果你不赶快把它保存一下，对，大家可能用3的就好了，就是那个化学变化就会越来越。这个还算可接受范围，就是大概工业醋的程度而已。但我刚才就是开口放在那边，我在就是远远的。好，我闭塞。所以那怎么分辨呢？一个比较简单分辨的方法就是，如果你看到你家里的胶卷，或者是你在外头买胶卷的话，你把它对着光看一下。如果它呈现那个有点半透光的状态，那基本上80%它就会是比较是聚酯片。如果它是就是一块黑黑的话，那它就比较会是醋酸片。然后另外就是另外就是这边有一些疤的规格的图案，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左边的那个就是超疤，它的齿孔就变成有点长方形比较小，然后中间的是 Regular A， 就是齿孔稍微大一点点，然后在最右边的就是所谓 Double A， 它是基本上它是16，可是它就是一半一半，它的拍摄就会是一半，是吧？对。然后就是它其实是可以拿那种像16米的大相机拍，但是它是跑过去再跑回来，然后你中间再用剪刀把它切掉，就会变成可以，就变成它对，然后反正就是发明小规格的原因很重要一个点就是省钱，然后越轻便的器材越便宜的材料就更适合业余的使用者来使用，所以在家庭电影或者是比较民间的影像，其实很多通常我们会看到是这种。那还可以附加说明的是8厘米，就米里是一个错误的翻译，厘米是一个错误的翻译，它其实应该是日文。就我们台湾为什么会讲那个厘米呢？因为厘米其实是 centimeter 嘛，就是公分嘛，可是它其实是 millimeter 嘛，那个厘米其实是日文的米里，就是 millimeter， 对，好，反正就这样。然后8的话是日本人就富士发明的规格，那就是对我们其实，在看台湾的家庭电影的历史，其实很多都是日本时代开始就有，或是就这个可以等一下再细谈。所以其实就是因为这3个规格，虽然它的尺寸是差不多，可是它并不见得能够通用。就是比方说，我的投影机可能就没有办法播 Double A， 但是它好像 Super A 跟8都会吃到。然后，可是它的齿孔就对不准，因为胶卷这东西最重要的是齿孔要维持恒定，不然它吃不进齿轮的话，就没有办法维持一个恒定的播放，这样对。好，那右下角就是也可能大家会看到的，就有2种16，它的不同是声轨的不同。左边的这个是所谓光学声轨，就是你对着光看的时候，你会看到一个声轨的波纹。那是视觉上的光学声轨，然后右边的是所谓磁声。那你如果看到这种胶卷的话，它是会像有一个涂层在声轨那边，薄薄的棕色的，那个就是属于磁声的。那有的16放映机可以2种
都播放，但有的16放映机就只能播光学。那现在真的其实非常少看到磁声的16，然后基本上16如果是磁声的话，你常常播，它其实就会越来越很像是录音带那样，然后一直播它那个磁粉会掉，然后再来就是随着时间它会消磁。8也是。8也有，对，所以如果说有人兴趣入坑买那个 Super A 摄影机的话，不要买有声的，因为没有什么用，而且很重，就是那个声音的功能没有。就真的很少见。然后播起来，其实比如说电影院如果要放16的话，基本上不太会敢放磁声的啦，怕放一放它就是越来越让它消磨掉这样子。就是有一些基本上如果你要播放或者是在家里就是把胶卷展开来看的器材，那首先是这个是所谓是倒片机。那倒片机其实很多种，但通常这种16这种用夹桌子的倒片机的话，就至少你有一个桌子的就可以把它夹稳，然后你就可以用这样的倒片机去让胶卷就是跑动。对，然后这个其实是8的，就他们是类似的东西，但因为16的操作规格比较大，然后其实有更专业的器材，不过就是以就是现在就是好找到的，会可能是这样子的做法会比较简单。那的确，如果说比方说我们最近在找那个 Steam Back， 就是专业的16剪接桌，那个就蛮难找。但其实有这个东西跟剪片机，然后你可能有一个光桌可以看，就大概可以去判断跟做剪接跟修理的工作。修理是新颖会，我不会。那基本上就是16的话，因为它东西转啦，所以就是不只是干净，然后也是我手怕割到，所以基本上会是像是看这样子，就是你就可以看那个一格一格的画面，但因为它真的很小，所以通常这样的设备也需要一个放大镜，这种的放大镜，就是你可以稍微这样看一下，胶卷每一格的状态，然后这边就是一个接片机，当你的齿孔啊，胶卷的齿孔或什么有一些破损的时候，就可以用接片机去处理。然后这个是8的接片，8厘米或 Super A 通用的接片机。当你手头上有一个胶卷，就像子安刚刚说的，对于胶卷来说，齿孔是最重要的。那你在播放之前，如果有这样的一套东西，可以稍微看一下它的齿孔的健康或什么的话，你在播放的时候就比较不容易造成更多的损伤。但当然，我知道大家家里可能有胶卷，但不会花钱买这些东西。那其实以前放映室里头，大家最简单的做法就是拿一个螺丝起子，然后把这个东西，因为大一点的螺丝起子其实可以这样子装上去的。然后你想办法把2个螺丝起子固定的话，它其实就可以，就是你用手转，至少让它去确认它是不是可以展开。有没有黏黏的，有没有酸？等一下也会再说到不同状况的胶卷，有的可以播放，有的不能播放了，这样子。但展开它是一个你可以辨别这个东西的好坏。等一下就是会有一个时间可以大家来前面摸这些东西，然后这个看片机就是因为它是有卡到齿孔的，所以它可以这样看。就是大家可以来玩，就是这卷是什么我也不知道，但反正就有别的胶卷可以看，就大家可以看看。然后这是8的投影机，然后这是16的投影机。对，我们会比较常看到大家拍家庭影像，可能还是8为主。对，然后我觉得我们还是稍微提一下 VHS Hi8 跟 V8， 因为台湾人。我们自己好像其实至少这个 VHS 在台湾就是算是
占据了40年左右的时间，是以这个是媒材为主的。对，这个媒材是主要媒材，是有人今天来是想要知道自己家里的录影带或是 DV 带或是等等等要怎么样数位化吗？有人是有这个期望。好，非常简单，虾皮。然后那个高先生有来吗？好，没有，就是好，但我快速讲一下就是其实有很多这种服务。那比方说，不管如果说你家还有录影带，就录影带放映机。或者是 DV 的机器的话，如果你有时间，然后你有兴趣的话，去买类似这样子的东西，它就叫做转接，就是你找 DV 或录影带转接器就有，然后一个大概150吧，150左右。然后它的原理其实很简单，它就是把它变成就是一个 USB 的插头，然后它把它转成这个我们小时候叫做梅花线。就是 RGB， 这你胜利百货或者是小北百货都有卖，然后就是把那个讯号线连到 USB， 那你现在拿 USB 去接电脑就好了。那有人知道1395线吗？应该1394、1394，不好意思讲错。对，就是对，他看老人就会知道，就是小时候我大学的时候在玩那个 DV 的时候，就是那个线是很风行，就是你必须要有才可以接电脑嘛。可是其实现在就如果你还有那个机器的话，其实因为以前是从 DV 带转到电脑里，然后透过那个机器，然后那时候需要用那个线。可是其实现在就科技进展的非常的快速，然后很多东西是会消失或不好找，但目前我觉得最简便的方式就是买这个，然后你直接转入到电脑里，然后电脑不管是用 QuickTime 或什么，它可以直接就是抓到那个讯号，就把它存成影片档就好。那影片档的什么东西，我们可以大家再解释。但是总之就是在那个松烟楼上有一个叫做电影收藏家博物馆的机构，然后他们也有在负责，就是帮大家处理这些机器。今天本来有位朋友在那边工作会来，就本来想要跟他聊，但好像没有来。那就是对，然后其实除此之外，就是因为人家是非营利组织，所以可能行程什么没有那么的方便。那就如果说你要线上要找人转档，你没有时间的话，那你其实有非常多店家在，尤其是以前在处理底片的，比方说摄影行或什么，其实都有这些服务，或者是对啊，我自己是有看到承德路那边相机街那边其实蛮多家的，然后他们就是因为这堆的麻烦点是它的时间是1:1，就如果说你在家里做的话，它不会像是就是云端下载一样，就是一下就下完，就是比方说你的录影带是1个小时，你就是要在那边做1个小时才跑完，所以假设你加很多的，然后你没有那个时间的话，就给别人去做，其实并不困，就是我觉得是蛮划算的一个投资。然后再来就是说，一卷我记得大概150左右吧。然后就是我有稍微在网络上比价一下，其实价差蛮大，可是大家就可以去比价。然后就是还是要再推广，像去年是所谓的 VHS 大限，然后我自己是把我家一箱东西拿去请他帮我扫，因为那个机就是对，就我已经没有那个录影带投影机了，我只有 DV 带，所以 DV 带我会自己转，但是 VHS 的话就建议大家赶快拿去转。但是我自己去年扫完的感想是，其实还好啦，给大家看一些我去年扫的好，就是杀一下时间，没有啦，就是给大家感觉一下，就是时代的眼泪，就比方说，我找到一个超级莫名其妙的，这是我妹去参加相声，就是小时候会有那种，它叫做建安国小的那个什么政策宣导相声民俗什么表演活动，那想说，就是小朋友真的好辛苦哦，对，大概。给他看1分钟就好，因为其实很离题。
好啦，反正就是大概就这样，就其实这不是重点，就只是想给大家看一下那种时代的感觉，就是然后这是这我爸妈结婚的，天啊，我要拿父母出来卖，真的好可怕啊，对吧？就是对，都大概是这样子的东西，然后对，然后还有那就顺便放 DV 带好了，DV 带我自己找到就是 DV 带应该算是我这个世代的家庭录影带，其实应该蛮多比较是 DV 带，然后我觉得80、70的时候可能比较多 VHS， 应该这样。对啊，就是大概是这样的东西。然后其实我会觉得就是就是逢年过节大扫除的时候，可以顺便处理一下啦，对吧？1998年之类的。然后 DV 带又有分2种嘛，就是一种是DV 也有分2种嘛，一种是吃它其实有很多种，但一种是有磁带的，有小的录影带的那一种 DV， 然后也有吃记忆卡的，所以就是这个是吃记忆卡的，然后你就会发现它转出来，因为 DV 带它还是有一个物质的本体，但这个吃记忆卡它就有它的录影带的格式，这个是我去年得到一个朋友的遗物，然后这是他的 DV 带里面的记忆卡，所以其实我不知道这里面的人是谁，但就是有看到我朋友这样，然后对，好，先跳回来继续讲胶卷好了，就是对，就是对，就我觉得大家可以就是如果有需要的话，等下如果结束有这个需求的话，可以问我们，我们可以就是告诉你怎么样去转它。但是就是我觉得今天要讲的一个东西就是，除了媒材物质的媒材会有不同的变化跟进展，其实数位档案也会一直变换它的规格跟它需要更新，所以两者的收纳跟维护都是。就是没有一触即成的事，对，然后包含扫描的规格也是，对，然后对，就是基本上就是，就算它转成数位档，你还是需要去维护它跟就是收纳它的。我等一下也会讲到，就是不管是你就算转成数位档，你未来如果想要怎么使用它，其实跟你当初转成数位档的规格都有关系。比如说刚才子安放的录影带的解析度其实就不高。那在座我不知道，就是可能也有一些就是创作者会想要拿录影带的东西再去做新的创作。那最后如果目标是在电影院做放映的话，那当录影带的规格被数位化，然后投到电影院的萤幕上，其实它的那个解析度会没有办法，因为它的解析度只到那样是480p 吧，所以你投出来的时候，一方面会是子安说有一种时代感，但另外一方面就是电影院里头的大萤幕会让它感觉非常的糊这样子。那刚才 DV 带其实就这么大萤幕，其实你就已经感觉出来的差别。当它到 DV 带的时候，它的画质就已经开始稍微细一点。但如果你跟现在的 DCP 放映比起来的话，那个画质就是还是非常明显的。当你投到一个很大萤幕上，那所以就是大家在重新使用这些素材的时候，或许就需要考量到这样的一些对，如果你是要在电影院放的话，但是要重新提一个人，就是其实胶卷就是8厘米的话，其实我个人是认为扫到2K 都蛮足的，2K 就是可以做 DCP 的规格了。然后还是会有人扫4K 啦，我自己是有点不懂为什么要扫到4K，但是就是有人会扫到4K。那16的话，扫到4K 是现在的主流，但是以前就没有。我等一下可以给大家，我现在就可以做这件事。给大家看我以前扫的东西，好，然后我想要强调说，这个东西其实是有不同的，数位化本身就是一个变质的过程了。那就是好，这是我2010年的一个小作品，然后这个是
这个是后来可能假设15年数位化的感觉，然后大概是这样，就是颜色啊什么，对，它大概是这样子的质感，对。然后给大家看11年在学校用很烂的扫描机扫出来的质感是这样。有看得出来差别哦。就我们现在投影机的状况不是最精准，但就是大家有那个概念哦，就那个感光元件跟扫描，所以扫描其实本身就是一个再创作了，它就是不会是那个胶卷本身了，所以对，那所以这个东西会随着时代演进，就比方说11年的时候没有什么在扫 4K 的就有的扫就不错，以前的术语叫做过 TC， 就过。我不知道为什么会知道，就不是我的时代的事情，当然反正我就知道，对，不是我比较年轻，对，对，就是那叫 telluride， 然后就是这个东西就叫做 telluride， 那 telluride 对应的东西其实是 DV 啊或 VHS， 就我们刚刚讲的那些磁带类的媒材，然后所以你可以看到它的光。就是亮部跟暗部都损失非常多的细节。那我们现在去扫描底片的时候，其实会做那个叫什么弱档的感觉，就是做成比较灰阶的，然后让你后期可以去拉那个，对，对，就是扫描技术本身有一直在变，然后为了不同的客群，其实也有公案。比方说以前大概10几年前，我开始拍 Super A 的时候，要去扫，他会直接给你负片的档案。然后我们知道，就是彩色负片其实是有比较大的那个宽容度，就 dynamic range。然后所以他给你负片，你再去弄的时候，其实是，可是现在就不会，他们现在会直接给你一个已经翻正的档案，可是是比较灰的。然后你可以去处理它，所以这些技术跟相对应到使用者的工业规格在改变的时候，其实也多少会影响这个使用者的文化会改变。那也就是跟大家讲，就是说，假设你家里有这些东西，你10年前去扫，你10年后可能还要再扫一次哦，因为你看不下去。就像我们现在没有人在看 VCD 了嘛。对。对。另外，子安提到，就是当你扫描的时候，其实它有一个质变。原理是因为胶卷本身它是粒子嘛，它是感光的粒子，所以它接受到光的那个改变是非常随机的，它不是一格一格一格，它就是随机的一区一区的就是一个粒子一个粒子感光，那些粒子可能都在漂浮，它不可能是排整齐的。但它被数位化的时候，其实就会变成一格一格一格，只是解析度越高，它那一格一格一格就越细嘛。所以当胶卷变成胶卷投出来的影像变成数位投出来的影像，其实那个改变就是其实真的是一个质变，就本质上的改变。对，然后我自己是觉得那个档案规格，我们可以等下有时间再去讲档案规格。我先讲一下这张投影片好，这张投影片是从那个就是旧书店找到一本最新现代女性百科全书，然后是1970年代出版，然后对，然后他其实就有在讲在台湾买的，然后他其实就是这个啦，这边是那个最新现代百科全书，然后旁边是另外一本书，就是彭光照先生的早期的介绍8厘米，所以其实8厘米在台湾。我不确定50年代，但是50年代我们所知的其实是已经有蛮多，就是蛮有钱的的阶层，他们是有在使用，因为那个时候的摄影机，以我看到的文献来讲是非常非常的贵，对，然后但后来有比较普及化，所以就是变成应该是有在流通，然后再来就是它其实在学生的社团里面，就以我看到资料来讲是。也有，就是8厘米，除了大家自己拍之外，它其实就有点像是我们小时候会去买录影带一样，它其实是可以，就是比方说，我有收到一些东西是可能假设李连杰好，李连杰我忘记哪一部片有连杰，是李连杰，忘记了，反正就是某些有名的剧情片，那你可能想要收集它。
你可能不会得到一整个片，因为整片会很大很大很大，大家可能会有精华版，就有点类似你买一个，就反正你可以买一部分回家放，然后回味它这样，或者是 A 片，就很多其实是 A 片，对，然后我有听说过，其实我一直很想验证这件事情，就是说以前西门町会有那种阿伯在路边拉年轻的学生，然后带你去一个小房间看 A 片。就是用8厘米，对，然后甚至是他们自己拍的，这个是谣言，我但是听不知道说直接是电影院，是8，然后电影院用电影院的方式去，好奢华哦，然后一个观众，我不知道几个，对，反正这就是都市传说，就如果有人有办法验证的话，就再请告诉我，对，然后就是在讲，就又回到枯燥的部分，就是刚刚讲的是。这些刚刚有讲嘛，就是不同的规格，然后想要讲的应该比较是这部分，就是彩色电影的，就是为什么我们会看到很多过期的底片会变成红色呢？就是因为其实彩色胶卷的结构是这样，就是有黄色，就是 YMCK 啊，就是黄色，magenta 是桃红色嘛。西洋就是洋红色跟那个青就蓝蓝绿绿的那个颜色，对，然后反正就上面的颜色啊，所以就是那一层会留最久，其他的会比较容易褪色，所以为什么胶卷老了变质以后会比较呈现红色的样子，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对，然后这个不管是什么规格的都有这个可能，对，然后给大家看，对吧？为什么会放在这一页？其实我也不晓得，但给大家看一个那个，sorry， 对，尴尬，不是要给大家看 SK2， 但是奇怪，我刚刚明就有打开。好了，反正就是要讲家庭电影这个人，就其实我们常会说电影史上发明电影人是卢米耶兄弟啊，可是以科技的观点来看，其实真的史上的第一个电影就是会动的影片，是这个叫做就是朗德海花园场景，叫一个法国的有钱人，然后他在家里试拍出来的他的家人在院子里跳舞的东西。然后其实我想要讲的稍微感性一点，就是史上的电影其实并不是什么就是华丽的场景或什么，就是真的就是一个人拍他家人在就是朴实无华的生活，其实蛮华丽的啦，但其实就是拍你身边的人这样子，对吧？然后所以就我觉得家庭电影就是其实就是大家的家庭影像，其实不要小看它，就是也许说对你来讲，只是你可能想要看到你过世的阿公的脸，你可能会想要看到以前的自己，或是以前的妈妈年轻的样子，可是其实它多少是有一点，就我觉得那个意义其实比大家想的还重要吧，对。然后再来是这个，就是就想讲一下，就是如果你手上有一些胶卷的素材，那你已经准备你想要把它数位化，或者是你想办法得到一个就是档案的话，就是电脑档案的话，你可能可以怎么做？但另外的是，你的胶卷状况其实决定了你可能怎么做。那当然资料馆会分得更细啦，资料馆就是它的劣化的程度会分得更细。但我想说，大家是家里自己确认的话，那基本上我觉得可以有3种。那第一个就是可以的程度，就是当你确认这个胶卷是的劣化程度是还可以上看片机或放映机的程度的话，那基本上就是你可以去可能店家有他帮你转的方式，可能就是他有一台放映机，你拿给他，那他放出来，然后你用任何的拍摄设备去把它拍起来，或者是他用任何拍摄设备去帮你拍起来。那另外的就是当胶卷劣化到一定的程度，其实你上放映机是危险的，因为它等一下再说明为什么会是危险。那这种
东西当你想要有一个档案的话，你最好就还是要去找有扫描机的专业的协助去，因为扫描机可以有比较宽容，对胶卷劣化的胶卷有比较宽容的程度去把它扫描起来。我们刚刚有讲聚酯片跟醋酸片，那最大的不同就是醋酸片，因为它还没有真的是成为塑胶片，聚酯片其实就是塑胶片。那醋酸片因为它里头的化学成分还是有比较容易劣化，因为温湿度劣化的成分，所以它最可能出现的状况就是它会闻起来变酸，就是子安刚刚让大家闻的，然后它会变红，就是刚才说因为它的颜色层开始不见了，所以它就会剩那个红色跟magenta 跟那个腮样嘛，就是会剩那两个颜色就会像红红紫紫的，然后它还可能会变成很软，它会变得很卷，然后另外也有可能它变得很干的时候，它会开始变得很脆，然后黏湿或长霉菌。那这些是醋酸片可能会有的状况。那聚酯片虽然比较不会有刚才那些卷啊，然后很酸味的状况，但它们因为太久没有被展开，都粘在一起，都一直合在一起。当湿度然后温湿度的关系，它可能就会在你展开的时候，它可能就会粘，比较容易粘在一起。那你还是可以用力把它展开，但展开以后就可能会长成这样，就是你好像撕下一些什么东西，然后它里头也还是会长霉菌。然后它因为聚酯片也还是会有褪色的可能性，尤其是如果你把它放在一些西晒啊这些地方，它可能阳光只照到这边之类的，它可能这一区的胶卷就开始褪色，另外一区就没有，也有这种可能性。那怎么判断你的胶卷还是可以的呢？我觉得一个很基本的就是它的吃控的距离还是一般放映机或者是我今天没有带来一个，就是一般放映机就是靠拉这个磁孔去跑它嘛，所以如果可以的话，就是它的磁孔的距离就还是在一个OK 的状态。那我们在资料管理缩水的概念，对，就是它酸化就会变小。对，它距离就会变近这样子，然后它缩太小，你就穿不下了。没错，没错。那资料馆里头就会叫它酸缩率，所以我们那时候在整理这些胶卷的时候，都会必须确定它的酸缩率。那酸缩率就是大家可以试看看，就是酸缩率是怎么计算的。16毫米一尺，因为这些胶卷都是用英尺计算，一英尺是30.48公分。那1英尺会有40格的画面。那你16算40格，你去量它，比如说你看这个胶卷都已经开始有一点这样子了，那个不是我没有把它弄平，是我没有办法弄平它。那当你量的时候，就只剩大概是30.1公分了。那你在数学稍微算一下，就会发现它的缩了1.25%。那其实它就是它的磁孔的距离就是缩了1.25%。这个对于扫描机来讲是完全没有什么问题的。但当你上放映机的时候，其实超过1就可能会有危险，然后你放出来的声音可能其实就会有比较努力在抓那个磁孔的声音。那这个是一个透明片，那我也是这个是聚酯透明片，那它基本上是一个完全没有酸缩的状态，你就可以看它很平整的可以躺在那个尺上，然后它的量出来它的40格在那边有一个很小的40格也真的是在大概30.5公分那边，就代表它完全没有酸缩。那它跑那个
当齿轮去抓那些齿孔的时候就会非常顺利。所以这是其中一个你可以家里有胶卷，你可以比如说你想要送去哪一个地方让他帮你数位化，然后那个数位化的人说其实我们的方式就是把它放出来然后把它排起来的话，你大概就可以理解是你的胶卷如果酸缩已经到一个程度的话，其实就不太适合这样做这样。那裂的话就是会比较全曲。那我们等一下讲完以后，大家也可以上来看一下，我们可以拉出一些比较卷的片子给大家看。好，那对，但是之后还有毁，毁就是毁了。毁的话就是刚才子安讲，就会有点像黑森林蛋糕，就是它就会变成它就会基本上就是很硬一块。那你努力拉出来的时候，可能会有什么状况呢？因为胶卷就是影像，所谓的影像叠在它的片基上嘛。那你用力拉，它可能那个叠在片基上的影像就直接剥离。它因为太黏了，它因为整个变成一块硬的，那你用力拉的时候，它就会直接影像就已经就是从它的片基上离开。那另外的可能性就是，当你还在一本的时候，它是大家互相固定好，那一拉开，它一接受到空气，接受到光，它就会马上卷起来。我没有碰到这种 case， 就是你一拉出来，它马上卷起来，变成一根吸管那样子。所以就会就是这种，我们就一拉出来就想说啊，不行，赶快卷回去，不然的话你跑完以后你就会对，就是这个图片，刚才那本就是有一本里头就是巧克力蛋糕的状态，然后前面那一张就是你拉下来，它开始有裂开，有那种东西被剥下来的感觉，就是它的画面就被剥下来这样子。但是这种东西，不是完全不能够处理，像 Bill Morrison 的那种，对，就是有一个艺术家导演叫 Bill Morrison， 他就专门用毁坏的胶卷做作品，对，然后就是不是完全不能够处理的意思是，也有那种比较专业的资料馆，他们知道他们拿到东西是非常重要的，他们还是想要数位化。这边右边这个画面跟这个图片跟你们刚才传阅的那一本里头，是日本的那个 Imagica 教台湾这边的资料馆的方式，就是它里头会用一些不同的那个化学药品，是一般化工行都买得到的化学药品，我现在记不起来，但那一本里头都有写，就是一般化工行都买得到的化学药品，然后去蒸这些胶卷，用电锅，用那种很大的玻璃罐，去蒸它，然后蒸久了以后，你又可以慢慢一点一点把它剥开来，然后或许你还可以留下来1到2格的画面可以看到这样子。对。但虽然这样讲，就是我最近得到一个资讯说，其实那个 poly base 的胶卷，你可以在地球上活1万年，因为它本质是塑胶嘛。所以虽然对影像本身会褪色感嘛，可是就好像是柯达近期的某个实验，我不知道他们怎么实验，就是它可以存在多久这件事情。所以就是当人类灭绝以后，外星人来到地球，他们可能会，他们还是有东西可以看。对，就是胶卷虽然因为我们刚刚的说法就是胶卷是很脆弱、很容易变质的东西，可是其实某种程度上，它可能比很多东西可以活得更久。就我们等一下会讲那个硬碟的事情。对，然后我们先讲数位化的方式，就是市面上就是大家去查说，就是那个，就是市面上大家去查说，有一些商家会给大家8厘米或16厘米的数位化服务啊，就像我刚刚给大家看的那样，那个是我们学校以前用的扫描机，因为我自己在拍东西，他有时候自己拍自己扫，因为其实扫描跟冲洗还蛮贵的，然后台湾好像比其他国家
贵多一点。然后就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然后就是那个，所以通常我自己的做法，如果说我自己冲的话，我就会先拍起来，然后让我确定我需要什么，再拿去扫跟洗。再拿去扫，就如果是我自己洗的话，会是另外一回事。然后这个其实是翻拍正片的效果，然后这个片是负片正冲，所以这颜色其实是正常的，就是负片正冲会变这样子的颜色。然后其实你看到的效果就是对，你可以辨认它，就是我从我电脑看是 OK 啊，但投影出来可能就光害的问题，就请见谅。然后就是它其实会出现一些暗角啊什么，然后当你用数位相机翻拍的时候，你可能要注意你的那个 shutter speed 要跟那个投影机的 shutter 尽量的对应起来。那我自己是比较凭感觉摸出来，我可能是用1秒50，就是1/50的 shutter 去拍。那对，就是它可能会比较接近，这个是8厘米，它可能会比较接近我的那一台的格律。那这个我自己只能说，就是它其实有的时候是比较凭感觉去弄。然后我以前会甚至是拿那个dimmer，就是调电的那个亮度的那个去调我的投影机，然后让它去符合我的相机的那个速度，所以它比较不会出现那种高速闪烁之类。可是其实现在拿 iPhone 拍 ，iPhone 我不知道为什么就好像还蛮正常，可是它因为 iPhone 很傻瓜，所以它相对的它比较不容易就是控制它的那个亮度什么的，所以对，就是这个是哪一年婚姻平权偷跟我都忘了，对，反正就是那一年我拍的，对，然后这个就是翻拍投影的效果。然后我想，如果假设你有收到，不管是你家本来就有，或者是你去跳蚤市场买到，你想要看、你想要翻拍的话，我相信多数的摄影机的店都是，就是比方说照相馆啊什么，如果说要提供这个服务，我相信他们多数都是用这样的方式，因为这样最快，然后最便宜。然后因为扫描机一台好像200万还是300，我忘记，就比较正式的，对。对，就是比较不是就是一般人买起，就除非说你要从事专业服务的话，就它并不是一个适合大家都有东西。就是给专业扫描的好处，就是刚才说的，它的解析度你可以要求啦。然后扫描机对胶卷虽说就是齿孔变近的容忍度高的。就是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有的不是用扫描机，可以不一定要用抓钩去抓那个齿孔，他们现在可以发展成他们是用侦测的，就是侦测齿孔在哪里，然后他们跑过去，他就可以直接把该抓的影像抓下来，这样子。对，然后保存的方式就是对，那就是。刚才有一本里头也有稍微把保存的，应该是有一个绿色的那个贴条的那一本，就是它有写保存的建议的温湿度，这个是很久以前的资讯，但我觉得其实没有太变。就是当你的温度超过，好像是超过10度以上的话，其实它的化学变化如果开始了，它就会一直下去。那建议的话就是放冰箱啊，这其实我也不太确定大家自己在家里就是有那个理想的做法，可是碍于现实的考量，并没有大家家里都有这么大的冰箱，冰箱还是要放蔬菜啊，对，然后因为我就冰箱都跟我妈抢空间，然后会家庭革命，所以就对，我觉得就尽量啦。然后我自己还是觉得胶卷其实并没有那么脆弱，可是当然它有它理想的保存方式，比方说你要维持恒湿恒定，就也有人是家里有个房间就放胶卷，它维持就是冷气一直开、除湿机一开状态。但是其实我觉得它还是有一个宽容度的。对啊，就我自己的经验就是，我有一卷胶卷，等一下大家也可以看一下，它就是已经开始变酸什么的。但我其实在家也只是放在防潮箱里。那我觉得这几年来它其实就差不多。那你那卷胶卷可能是很久以前的胶卷，比方说我那卷酸掉，它其实应该是60年代，或是就是它本来就档案以前，它不是我拍的，它只是本来就可能我买来的时候保存状态就不好了，然后它随着
时间，或者是我刚好把它放在一个比较湿热的地方，它才产生。但我收那么多东西，只有那卷坏掉。对，所以对啊，这个也是66年感觉。对，所以就是我自己拍的东西是从来就是我，除非说我自己洗坏，不然是没有就是坏，就是这种保存不良的坏掉。然后我也没有冰箱或干嘛，就我自己是新鲜的，还没有拍的东西我会放冰箱，但是拍完了我就洗完了我就先放在一个书柜里面，这样。我没有这样太认真的保存它。那另外就是，如果你的胶卷还好好的，那其实有一些包材是适合的。包材，这个就是包材。对，这就是对，我们上次讨论的，对，就是有一些很贵，但它的材质基本上的原则就是它是一个无酸的东西，这个就是有点像披萨盒一样的纸盒。那它还有一个小盒可以让你盒中盒这样子，好可爱哦。对啊，这是但台湾我其实不太确定。就是我们上次讨论，就是在日本的话，他们会用这种无酸纸盒，就跟收藏照片是一样的道理。但是现实状况中，就是这个很贵啊，就是收酸纸蛮贵的。我是想说，我们如果可以找到无酸的纸材的话，其实你就可以开刀模，对，但无酸纸本身就很贵，至少你可以把它包起来。对，然后还有另外一种做法，就是那个 real 那个 can， 就是像这样，可是它也有塑胶的，然后它有2种，就一种是让你方便携带出去的，就是给它运，因为胶卷其实是可运送的媒材，就我们自己办影展租片都是。就 FedEx 寄来的东西，然后但是当你保存它需要透气，所以它有另外一种罐子是有洞的，它的边边有一个透气孔，就跟鞋子一样。对，但就是也有这种塑胶盒形式的，所以这也是一种保存方式，但是它就是很占空间。就是对啊。然后当然也有这种金属铝的、铁的，但当有的时候很久的东西，它的是金属片盒开始生锈的话，那其实就是会加速你胶卷的劣化，这样子。对，然后就是，但基本上几件事情，你就算收到一个无酸的容器里头，资料馆人还是会建议说，你如果真的要做一个很长期的保存的话，你至少每1年把它拿出来展开一次，会是对他来讲比较健康的事情。就是像刚才说片盒会有洞的原因，就是胶卷其实也是需要呼吸的。那你不管是可能送去承德路那些店里让它被放一次，或者是自己在家把它展开一次收起来，其实都比你就一直不动它在那里会来的健康，这样子。就跟电器是一样，就是偶尔还是要开一下。然后另外最后就是只然那一个酸的东西会完全包在一起，不跟别的东西混在一起，就是因为它是化学变化嘛，所以它是会传染的。如果你把醋酸已经开始发酸的东西跟其他的醋酸片摆在一起的话，其他的醋酸片就会蛮快也开始。但如果说投影机跑过以后怎么办？跑过以后那个醋酸会流出来。那个我觉得还好，还好，对啊，所以你看很多事情是，但当然投影机可以清啊，可以喷一下酒精之类的，清啦，就是拿棉花棒好好清过去。好，对。然后下一个要讲的是数位化以后，对，就是这个东西，我觉得其实才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就是档案管理跟等等档案的更新等等等。对，就是这一部分，其实我也不是那么熟悉。可是刚才有一本里头，其实就是讲资料馆里头，当你要把它数位化以后，你的数位化的档案你要怎么命名，跟分类。那命名的方式，我相信大家自己都有自己命名、自己管理自己档案、命名自己档案的方式。但比如说像刚才那个资料馆里头的分类方式，它就会变成说，
它是需要把来源写在档案名字上，它要把这个片的类型写在命名上，然后序号写在命名上，然后未来你想要使用这个档案的方式也可以写在这个命名上。比如说刚刚子安讲的那种最原始的 RAW 档你不会应该是就是很大的档案，你不会每次就是要去给别人看的时候就带 RAW 档去，所以你就会这个档案的命名就可以区隔出来说这是你的 RAW 档。那你之后你要去拿去做一个比较正式放映的档案，可能也蛮大的，但如果你只是要给别人看一个 sample 的话，你可能会压小。那这些不同的事情其实对于资料馆来说，因为资料馆就是有人需求会要求说我要看一个 sample， 那资料馆就会出一个 sample 嘛。那这些档案其实他们都会用命名的方式去区分出来，才不会乱掉这样子。对，然后再来就是大家不要以为数位化以后就没事，就硬碟其实是需要，我自己是没有啦，我目前还活得好好的，就对，但是我还是会一直换硬碟，我会买新的，但旧的我不见得会真的5年淘汰一次，就看你的使用率。那硬碟这种东西就是，如果你买了一直没有插电，它也是会坏掉的，所以还是就是没有东西是摆在那边，它就 forever 就可以一直活着的，没有。而且就真的很久的硬碟，以前的那个插孔的传输线其实都不一样了。哦，对啊，就是包含就其实大家应该这几年有，刚刚说 USB-C， 对啊，就对等。然后对，我觉得这个可以等一下跳回来再讲。我们先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觉得赶快还有很多页嘛，好像快没，对啊，就是还有体验时间，对啊，然后再来就是会讲到这个资料库的部分。就我想要举一个例子是，因为我是很多，其实我不知道其他国家状况是怎样，因为我们之前在讨论说，那家庭影像这么的重要，然后可是为什么国影中心没有收？那结论当然是人力不足。那其实当然很多国家的国影中心都是这样，就是对的确有非常多的资料是需要被保留，然后可能是比较就是虽然是你私人的东西，可是它其实是有某种程度的国家的记忆或怎样。这个是纽西兰的那个电影中心，我不会念，这个是毛利文，但是没有，对，我不会念手语，但是对，反正我可以直接翻成中文给大家看。对，然后它就有很多这种东西，然后你甚至可以线上去看它，就是对，就是它有一些有部分开放给大家，就是可以线上看，然后你要取材它的话会需要透过他们那边的授权，然后付一些那个版权费，但是就是大家知道，就是我不知道在座我们什么创作者是想要使用档案影像，或者是比方说，不管最常见应该是纪录片类的人会需要使用档案影像。那其实这就是一个好的 resources， 因为这些拍的东西，他可能虽然他是为了他个人的家庭记录或身边人记录东西，可是他其实某种程度上他会是一个更亲密、更庶民的一种表现方式，比起新闻片来讲。那我们也知道，就是很多的档案影像都是新闻片。那其实我觉得蛮多都也蛮有趣，比方说国影中心去年还前年开放的那个台影新闻库，就我超推，我真的觉得是政府德政，就是免费的，然后你都可以用，然后你变造什么都可以，就是对，因为有些档案影像的授权是，就是它不让你去改变它。那个纽西兰的也是会，就是让人，它应该是就是你付钱就没事。其实很多这种档案影像的授权有很多个单位，然后有的很贵很便宜，比方说巴塞就是法国的那个公鸡牌，就是百代，就是 PATHE 巴塞，它很贵，它超贵。然后 BBC 稍微便宜一点，对，然后可是也有免费的。就是这个东西的水很深，我只能这样讲。然后它其实是一个法律的世界，它不是它是一个有弹性的世界，它不是一个就是谁说了算的世界。对，然后这个是对，这个是就是因为我们在准备这个事情，然后我就想说，那是不是有一些
人是在收集这些东西。那你家里如果有你自己没有办法处理的话，你其实就给他们去做收藏，然后得到一个数位化档案。那我其实找到的并不多，然后这个应该是美国的一个就 Internet Archive 就是一个老牌的 Internet Archive， 对，不知道该怎么讲，但反正就是一个很赞的网站了。然后 Quillinger Archives 也是我常用的使用档案影像的素材库，因为它上面会告诉你说它放弃了版权，然后你就可以用它，你就只要基本上就是还有它下面可以选那个 CC 授权的那个东西，所以你就可以使用它。然后它内容其实蛮包山包海的，因为就是这种就算是比较怎么讲 DIY 的上传嘛，就是那种我不知道该怎么讲，就是去中心化吗还是什么？就是反正就大家自己想就可以上传了，它就形成了一个这样子的社群是可以用。那如果说是电视公司、电影公司的话，可能你需要花一点钱，对，或很多钱。对，还有。对，然后还有 Home Movie Days 这个东西，其实台湾有办过好几次。之前我记得上一次是前几年那个电影收藏家博物馆他们有协办，就是这个是一个跨国的组织，然后主要是在美国发起的吧？对，但是他在就是哇，感谢科技的进步，就是直接给大家看家庭电影日的这个活动，然后就是。这是今年他们在筹划，但是他们每一年都会有这个，就是鼓励大家去推广家庭电影或者是那个就是比较业余者拍摄的作品的一个活动啦。然后就是很多国家都有对都有参与，那对台湾也有参与过好几次。然后，因为我自己是一个混乱人，但是今天这个讲座还是要讲这个分类的方式嘛，就是我想要讲一下我自己本来的分类方式，就是某一年应该是2011年的时候，我想要改过自新做人，然后我就开始分类我所有的 Super A 的扫描的档案，然后我就把一批档案开始分，就是照拍摄的月日、月跟年，然后内容，然后胶卷的材质，正片、负片或是什么，然后解析度，然后哪一个 Film Lab 帮我做的，然后最后就是收到档案的年月，然后就是这么样一个很长的档名。然后去改，然后我好像花了好几天去做这件事，但我后来就放弃，所以他已经宣告失败，就是太复杂了。我后来的做法是分2种，就是 by project， 就因为我是做作品的人嘛，所以我每一个 project 我会有一个资料夹，然后就会把这些扫描来的母带，因为胶卷拍摄我自己的做法是同一卷胶里面会有非常多不同的东西，就像你的日记一样，是一本写完了，它可能是就是对它里面有非常多不同的东西在里面。那我就直接把这个复制到另外资料夹去，那它同时也进行一个备份的动作。那可是我还有另外一个大硬碟，里面是我全部的扫描过的档案，然后会就是照日期来排，所以有照日期跟照 project 这2个做法。然后这是我现在的做法，我就不改档名了，因为其实你看那个 sub info 里面多少都会有。那内容我也不写，我可能会写在别的笔记上，我不会自己标注在档案上，因为这样电脑看起来太乱。然后就是对啊，就是我觉得这种东西就跟那种断舍离，然后每年过年前我都有那种收纳大梦，可是我家现在还是很乱，所以就是我觉得就是尽量，有点像是你要跟那种就是囤积症老宅活在一起的时候，你就是要跟它共存，然后去取得一个协调，然后对，所以我觉得by project是一种备份，然后数位备份其实这个东西比较是就是一般的做影片的人概念，就是你一定要有3-2-1，但我觉得做到3-2-1就是需要你很有钱。所谓的3-2-1就是对，就这个我今天叫 AI 帮我解释，你要备3份，
一份原始档2个备份，那我只有备2份，就这样。然后就是把资料储存在2个不同的地方，对，就是2个不同的媒材。那我自己是只有存在硬碟，有时候会有云端啦，对。但我还有胶卷啊，所以胶卷本身也是一个。然后就是就如果说档案坏，我还可以再去扫一次，只要花钱。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至少要放在不同的地方。那意思是说，你家如果怎么了，或者是干嘛，其实你还有另外的地方，但这个就其实也很难做到嘛。那如果说你要真的很专业去组 NAS 啊，NAS 就是另外一种比较专业的硬碟系统，或者怎么的话，其实那也蛮花钱。所以我只能说，就是这种东西，就是对我们去研究以后知道，就是专业的怎么来，或者是真的应该怎么做，就跟胶卷的保存一样。就我觉得，对我个人的财力跟技术能力来讲，我觉得我就只能尽量去接近它，然后找到一个舒服我跟它共存的方式，这样对。然后我自己存胶卷也是这样，就是很靠北，我拿这个9盒装，然后其实因为我觉得我家偏湿，所以我把它用密封袋放在一起。然后其实对我来讲，我自己是想要用那个纸胶带在上面写说它是什么，这样我可以不用打开它，因为打开它就是很容易手贱就打翻，然后花很多时间在那边把它卷回去。就这个是我自己的方式，但是我朋友就说你不要用塑胶袋，因为你塑胶袋就不会透气啊。那就说可是就先这样了啦，就是这不是正确的方式，但这个是我目前觉得比较适合我的方式，因为与其说我还会放一个防潮剂在里面，就与其说怕它不透气，我更怕它太潮湿，所以这个是我目前妥协的方式。然后最后讲一个，就是说其实做作品也是收纳一种方式啊，就把它消化完就它可以用另外一种形式出现，这样子，对吧？大概是这样，然后可以放。